马修徒手扔飞5星森鞋，顺利得到1枚金币，却不想因为迷路，马修阴差阳错来到了敌对雷安宿舍的核心奇摩牙的大本营。奇摩牙老大阿贝尔手里正抚摸着一只他被称为母亲的木偶。马修作为1年级就获得金币的学生，早就成为他们的目标。阿贝尔问扛着门板的马修为什么要成为神学者，马修说想和家人过上平静的生活，志向很不错，但是阿贝尔却说马修搞错了一件事，神学者等同于神的使者，是能够创造世界的人。就此而言，马修实在太弱小了，但他不一样，他要让这个世界恢复本来的面貌。人类繁荣至今，靠的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强取豪夺、剥削利用，但当今社会却在宣扬荒谬的众生平等、保护弱小。人类的本质就是野兽，就算身处人类社会，弱小的一方也应被掠夺利用。只有他们这种高贵的存在，社会才能繁盛下去。换是一个斯莱奈什么林。阿贝尔在这边说了一大堆，马修听后给他总结了一下，意思就是他也想过上平静的生活，对吧？奇美亚都觉得这小子脑袋多少有点问题。阿贝尔还以为马修在和他宣战，表示只要他将金币交出来，就对马修网开一面。马修当然拒绝。一只人偶突然在阿贝尔的操控下朝马修扑来，马修一个后空翻，双脚接着人偶的脑袋砸向地面。操纵线被扯断后，人偶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马修嘲讽阿贝尔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突然一只巨大的小丑人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轻松将马修控制住，从他怀里掏出金币扔给阿贝尔。马修被甩飞到柱子上后，拍拍挥起身，没注意到脚下差着一脚踩死刚被解放的希尔巴。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金币被抢，扛起希尔巴说要先送他去医务室。事情是讲究先后顺序的，而且不管阿贝尔有多强，他都绝不会认输。撂下红花后，马修潇洒离开，房间内一片寂静。阿贝尔总觉得事情不简单，马修那压倒性的自信，难道只是因为他头脑简单吗？这时他注意到小丑人偶身上的纽扣不见了一只。阿贝尔摊开手，他拿到的根本就不是马修的金币，而是小丑的纽扣。原来就在小丑弹飞金币的瞬间，马修用嘴从人偶衣服上扯下纽扣，将金币弹开，然后用惊人的肺活量将金币吸了回来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吞吐力啊！希尔巴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又变回了人。马修在床边锻炼侧腹肌，希尔巴不知道马修为什么要救他。马修表示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就需要互相帮助。见希尔巴没事，马修就穿上衣服离开了。兰斯和巴利特莫名其妙的分在寝室里吵了起来，两个人是互相看对方一点不顺眼，一言不合就要开打。芬在没大喊你们不要再打了，马修日常拆门跟着大喊不要弄坏房间里的东西啊，矛盾，这个人太矛盾了。巴雷特见马修回来，就从兜里掏出了伴手礼，虽然性格粗暴，但还是很有教养的。今天大家都还蛮悠闲的，雷蒙突然冲进来大喊不好了。他带4人去看了能显示各种宿舍得到级别的魔法天秤，结果所有的金级币都被雷恩宿舍收入囊中，而他们亚德拉宿舍只有马修持有的那1枚。从这个学年开始，安雷宿舍就开始突然从别的宿舍那里疯狂掠夺级币，而其他的学能跟他们对抗的高年级学生都不在学校。安雷宿舍有着浓厚的纯血主义及排外思想。奥尔加宿舍醉心于研究，也就是说，为了不让今年的神学者出自雷安宿舍，他们只能尽快行动起来。马修、兰斯、巴雷特3个人干劲满满，然后马修就因为之前的事被校长罚去打扫猫头鹰小屋了。兰斯担心马修遇袭，于是很傲娇的前来帮忙，而不出他所料，骑马爷的2个末尾安萨和欧罗尔很快找上门。马修非常不受猫头鹰待见，正被猫头鹰围殴时，突然脚下一空，整个人掉进了一滩水里。安萨扔出手里剑朝2人打招呼，要他们赌上金级币决斗。马修大喊着自己从来没有游过泳，咕噜咕噜沉了底。欧罗尔异化成一只鲨鱼，跟着跳进了水中。小屋内只剩安萨对战兰斯，安萨非常严肃地告诉兰斯，一场战斗中必然存在胜者和败者，把这个理所当然的事说得跟深奥的真理一样，搞得兰斯一脸莫名，这人怕不是个智障吧？兰斯躲过安萨扔来的手里剑，刚想用重力魔法速战速决算了，突然发现安萨的脚边停着好几头猫头鹰。想起妹妹说过他不准伤害猫头鹰，兰斯完全下不去手，还为了保护身后的猫头鹰硬接了一记，把自己搞到浑身是伤。见兰斯完全不反抗，安萨注意到兰斯手里的木兰魔杖，这是魔法界的超名门克劳恩家族的象征。克劳恩家族擅长使用重力魔法，他听说克劳恩家的长子脱离了家族，没想到兰斯居然弱成这样，肯定是因为没有才能才被赶出家族的。而对于安萨来说，他此生的乐趣就是将弱者彻底打败。人可以透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，正是因为能压制他人，他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高贵。不折不扣的雷安思想，好小子，敢这么和男儿说话，我赌你甩不过5分钟。兰斯念了一声咒语，但两人之间无事发生。安萨玩够了，决定给兰斯一个痛快。如果能击败克劳恩家族的人，他一定会变成更加高贵的存在。然而他的装逼时间到此结束。3支手里剑朝兰斯扔去的瞬间，察觉到不灭的安萨突然回头，却发现所有猫头鹰聚集在了一个地方。下一秒，武器被重力魔法压了个粉碎。原来刚才兰斯念的是操纵铁铲划开饲料袋，好把所有猫头鹰全部引开。感受到自己受侮辱的安萨气急败坏地扔出了几具手里剑，却被兰斯轻飘飘一挥手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毫无顾忌的兰斯对付这种杂鱼手到擒来，他看得出来战斗是安萨用来获取优越感的方式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是为了他的宝贝妹妹不得已而战斗的。像安萨这种只是为了自己而战的人，在他整
拯救妹妹的决心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欧洛尔游进水中，打算狩猎马修，突然有什么东西时速10公里的速度朝他身边窜了过去。欧洛尔傻眼，他领域中进脏东西了，仔细一看，居然就是马修。他不是说自己不会游泳吗？马修之前确实不会，不过掉进水里就会了，还为自己新学的一项技能向奥尔多表示感谢。他说狩猎呢，奥尔多甚至连马修的影子都看不清，自己的主场被外人吊打可还行。奥尔多使出狂话，准备上演一场巨齿鲨3异形，结果直接被到处乱窜的马修顶着肚子全没了半条命。之后马修和兰斯会合，如果奇摩亚都是这种水平，他们打赢岂不是轻轻松松？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鬼魅般的出现在小屋门口，马修和兰斯齐齐回头，面具人却已经瞬移到他们面前。兰斯毫不犹豫地挥动魔杖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魔法无法发动。马修飞速脱下外套，做出蹲居跑的姿势，在面具人说他只是来将同伴带走的瞬间，冲到对方面前一拳挥下，说自己没有恶意，他这明明就是杀气满满。没想到他这一拳居然挥空了，面具人再次瞬移回收2个手下败将，让马修和兰斯无需心急，他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兰斯收回之前说的话，看来他们和奇摩亚很有一战的必要。面具人离开猫头鹰小屋，脸上的面具突然多了一丝裂痕。刚才马修居然不用魔法就能做到这种程度，看来他们是同类呀。